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催眠语。听我的故事睡不着，你来找我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麻衣神相第二波，面部四景。通过我们的眼耳口鼻呢，揭秘命运的玄机，判断一个人的命运如何。上次我们聊了麻衣神相的面相学的一个入门嘛，今天我们将更深入的探索脸上的奥秘，从细微之处呢，洞悉命运的玄机。在古代唐宋时期那些面相学家们，他们通常呢都会异口同声的说全身1000两，眼睛呢900两。这句话的分量十足点明了眼睛在面相学之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嘛。尽管鼻子是面部的顶梁柱，但是只要眼睛长得好，哪怕鼻子差一点，其实也无妨。反之，如果眼睛长得差，鼻子呢就算长得再好呢，也难以发挥作用。同样的，如果眼睛长得不算难看呢，而鼻子却糟糕透顶呢，那眼睛的价值呢也就无法体现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眼睛和鼻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，缺一不可嘛。那这里呢就要说到人类的面部的4口井了，也就是生命能量的一个汇聚的地点。如果是人的脸上有5穴，比如说额头、下巴、鼻子、左右颧骨，那么5穴之间必然有水嘛。人脸上呢就有4口井，就是眼耳口鼻。那鼻子作为山又算作水，或许呢是因为它会流鼻涕，被称之为鼻水之首。而眼睛呢为眼水，属阴嘛，而山又属阳，所以阴阳相生。那眼孔黑亮预示着财富，行船呢需要深而长的河道。以线条来说呢，呈波浪柔和状的线为吉，带尖角的线为凶，所以眼睛呢也是一样的，细而长的眼睛呢为吉相。因为细长的眼睛呢预示不匆忙做决定，会动用全部的智慧仔细的琢磨，而眼睛较短的呢是反应很快，说明头脑聪明，但也就造就了他草率决定缺乏耐心的性格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越深的水的颜色呢也是越深的，因此深黑色的瞳孔就表明井水很深，眼睛如果突出呢则说明井水较浅，水量不足。而像那种眼睛有尖角的叫做煞，这里的煞呢可以理解为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人。有这种眼型的人呢，一旦下定目标便会不择手段，不达目的呢誓不罢休。但是眼形成尖角的人呢，如果有双好耳朵的话，便会功德无量。那这个人眼睛里水分较多的话，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，它就是代表了元气。而如果这个人的眼睛看起来很干涩的，给人以冰冷之感，就是杀气的那种感觉。运势较差的人呢，眼神十分的浑浊；运势好的人呢，眼神是十分灵动的。看一个人的眼睛就能够知道其身体状况。那浑浊的人呢，表示这个人身心俱疲嘛。眼睛明亮的人呢，就表示这个人精力充沛。所以我们看小孩子的眼神大多都是眼睛比较明亮的。也可以观察医院里的患者的那些眼神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预知他们的未来。而目光炯炯有神的人呢，就能够痊愈；目光浑浊的人呢，则是凶多吉少。所以黑眼球越大，代表越善良、越热情，感情越丰富；而黑眼球越小的人呢，意志力就越强，越不亲切。眼白过多呢，则犯煞。而古代相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呢，还有是透过面相来预测农作物收成的。透过面相可以得知一个人是否拥有种好庄稼的条件。所以麻衣神相里面就说，我们把眼睛比作太阳，天空呢若是乌云蔽日的话，日照不强，庄稼的收成呢肯定也就不佳。所以眼睛呢要深邃明亮。大地呢比作是鼻子，光有明媚的阳光还不够，还要肥沃宽阔的土地。所以下巴虽然也象征的土地，但只有象征财运和大地的鼻子长得好，财源才能够广进。脸大而鼻子小的人呢是种不了庄稼的，所以一生呢容易为衣食所发愁。我们再来看麻衣神相里介绍的是人的眉毛。经常有人说呢，眼距越宽的人呢是比较有人情味的，这是因为眼距宽的人看待任何事物呢都抱有一种超然的态度，习惯于比较全面的视角观察。相反，眼距窄的人呢则会心胸狭窄，观察事物的角度比较片面，比较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自古绝对没有眼距窄的英雄豪杰。而我们的眉毛也是很重要的，眉毛则代表身边的人，可以被视为兄弟、朋友，和颧骨一样都代表身边的人。假如一个男人眉毛呢又细又短，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呢，周围比较少会有人帮助他。如果眉毛长得好呢，周围的人就会帮忙。这类人通常呢也特别受欢迎，能享受到很多的人气和名望，拥有扬名立万的机会。我们看到那些最受欢迎的，比如说明星会发现他们的眉毛几乎是无可挑剔的，这便是眉毛的价值。这些人的眉毛都十分的平整、规矩整齐、好看，而且呢眉毛一定要长，要一直呢延伸到眉尾上方的天仓，
如同屋檐嘛。如果你这个屋檐短呢，就会漏雨；屋檐长呢，就不会漏雨。而漏雨呢，就会导致你这个下面的栋梁遭到腐蚀，墙倒屋塌嘛。所以眉毛一定要长得比这个眼睛长。虽然有些明星清一色都是圆眼和高鼻子，可以说是长相并无过人之处，但他们活得十分滋润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啊。那就代表了他眉毛长得好。如果这个眉毛长得不好的话，就算长相还过得去，当艺人呢也只能是痴心妄想，充其量只能靠卖艺为生。所以眉毛没长好的人啊，必须具有非凡的艺术气质才能够成功。所以麻衣神相里就写着呀，二眉散乱曲，忧惧散不长。意思就是说呢，眉毛散乱的人呢，整日烦恼不断，就算赚到钱呢也守不住。虽然眉毛呢能看出兄弟运和财运嘛，但是财运呢也能够从瞳孔、耳朵、嘴、下巴看出来。如果主管财运的鼻子长得好的话呢，一样能够成为富翁。如果眉毛已经密集到看不见皮肤的程度了，这就是浊。那浊呢，则是看不清一切事物。在浓雾弥漫、遮天蔽日的天气下呢，人们怎么能够看得清前方呢？而浊带来的是消极不利的影响。贪心过重呢，也为浊；清心寡欲的人呢，则会与他人一同分享，这才是富贵相嘛。所以眉毛过于浊的人呢，运气通常也不太好。那过于分散呢，同样也不好。拿个羊群来比喻嘛，就是羊群聚在一起比较好看管嘛。如果分散四处呢，牧童啊肯定会苦不堪言，抓住了这个又跑了那个。如果想抓住每一只呢，都放下手中的这一只。所以眉毛要像草一般排列整齐的。而麻衣神相里面就说，眉毛长得好的人呢，财运亨通，妻妾众多，膝下多儿。无论男女呢，眉毛都要长得整齐，这样相貌堂堂的男女呢，便会走到一起。里面还说还有一种眉毛呢，叫眉清印堂，是指呢双眉相连，或者是印堂狭窄。这样的人他说是眉间缺乏智慧，愚蠢，而且认死理。眉心狭窄的人呢，人心也狭窄，命宫所在的印堂也窄，所以呢不会长寿。但是连眉呢，也并非一无是处。有个成语叫做愚公移山嘛，认死理的人做起事来特别执着，不达目的呢誓不罢休。而有的人呢，可能认为眉毛长得好，自己就可以衣食无忧了。其实这也是看情况的。长眉毛多的人呢，命格呀，有的也并不高贵。比如说长眉毛只有一根，最多2根的人，命格才高贵。大家可以时不时的看看自己的眉毛，如果哪天发现长出了一根特别长的眉毛，说不定啊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会运气爆棚，遇到贵人的。而眉头的部分，如果你的眉头是杂乱无序的那种，就代表你的长兄会出现问题。如果有一个人的眉毛是从中断开的话，那你们的兄弟之情谊呢也会断开，或者是你有兄弟也会早逝。而麻衣神相里还说到耳朵，里面就说耳朵如果要是呈花苞状的话，而且这个耳朵肥大圆润且有光泽呢，这个人呢是主富贵的。耳朵有尖角则代表他冷酷无情，远离富贵。耳朵呈那种花苞状，层层包裹，这种人呢会长寿。而花苞绽放后呢，接下来便是凋零了。所以有这种耳型的人是缺少智慧，富贵难求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有耳朵长得特别好的乞丐，却没有鼻子长得特别好的乞丐。而耳朵呢与肾脏很相连，因此耳朵是精力的象征。有的人可能会听说耳朵在眼角下方的人啊才会成功，然而正好相反，耳朵越往上越好，但也不能够过于夸张。所以大概的位于中庭适当的位置就好了，与眉毛互补。稍微弯曲的耳垂呢，能够与嘴互补，此为富贵之相。不过对于耳朵来说呢，最重要的不是外形和高度，而是颜色。耳朵要色泽明亮，有这种耳朵的人呢，聪慧过人，无论是治学还是当官呢，都能够功成名就的。所以说人的嘴巴呢，也是4口井之一嘛，同样也要长得柔和，不能够太小，嘴唇不能够太薄，这样才能够存住水。这种嘴唇呢，就如同江河一样，成一条直线状。由于江水流速比较快啊，岸边呢寸草不生，所以在水流湍急的那种大江里面，只有大鱼而没有小鱼。有的人的嘴巴呢，长得像刀刃一样异常锋利，这样的人通常六亲不认，哪怕是赴汤蹈火呢，也在所不惜。还有一种呢，是嘴唇呈曲线状的，较为厚实，像是迂回曲折的那种河流，流水呢时而停歇，时而前行。被堵塞之后呢，会选择绕道而行，岸边呢还长有水草，这样呢就代表它水里呢有大鱼小鱼都有，这样的唇形就代表着很好。而麻衣神相里也说了呀，相学不仅仅只看是脸上，还要看有没有一副好身体。按照麻衣神相上所说呢，身体要有肉，不能够露出骨头，这就是所谓的露骨。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露骨2个字嘛，骨头露在外面，有了泥土，庄稼和果实才得以生长。如果只有岩石啊，就无法耕种。
所以同样没有肉的鹰钩鼻呢，也无法让植物扎根啊。所谓的要有肉呢，不是肥胖的肥肉，是扎实的肉。身上的肉呢，就是水，水呢就是钱。所以一些肉多的人呢，自己也搞不懂钱怎么会主动送上门来。现在呢，某些人为了骨感的身材，不惜很辛苦去减肥，却不知道没有了肉就等于身上没有了钱。所以瘦弱体质和肥胖体质的人啊，都相较比较没有福气。有的人这个时候可能会说啊，有很多有钱的人都是瘦子呀。还是那句老话嘛，就是说要看全局。也许这个人他是瘦，但他的其他的位置长得很好呢。而麻衣神相里还说啊，人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的比例应该为5:5，若为3:7的话，则骨骼难以承载肌肉的重量，就像是整个宇宙的万物一样，均衡的状态呢是更为重要的。所以说这本书给我感觉讲的就是人体要保持一个均衡的状态，各个方面都刚刚好就是最好的。还有一个故事呢，讲的就是从前有3位先生，他们分别是算命、面相和风水的，他们各自都说自己的本事最大。那有一天呢，他们看见桥下有个乞丐，于是他们决定用这个人来试一下他们各自的本领。那算命的先生呢，先是问了乞丐的生辰八字结果呢，他一算呢就是一塌糊涂。那轮到了面相先生，看了乞丐的长相呢，得出的结论是乞丐这一辈子注定就是乞丐，永远无法翻身。风水先生最后问乞丐的祖坟在哪，乞丐就告诉他了。风水先生就说乞丐的这个祖坟呢，居然是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福气之地，难怪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风水先生就将乞丐的祖坟呢移到了别的地方，并告诉乞丐说，你将来肯定会时来运转。也就是他之前的那个祖坟呢，那个位置是很不好，就说了一个反话。那过了一段时间呢，3个人又一起去找当时的那个乞丐，可是桥下并无乞丐的身影。经过一番周折打探呢，最终得知那个乞丐已经是一家大布店的老板。原来是某一天呢，蹲在桥下的乞丐搭救了一位因失恋而轻生的少女。后来才知道这名少女呢，居然是布店老板的千金。所以布店老板呢，因为感激他而出钱让这名乞丐读书，并将女儿呢最后许配给了他，甚至把布店呢也交给他打理。从结果上来看呢，貌似是风水先生更胜一筹。那是不是就表示面相和八字就不行了呢？其实呢，实际上是因为这个面相先生看问题很大，他的相术不够高明，无法看透内心嘛。乞丐天生呢就是一副好心肠，如果不然他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搭救少女？所以看相呢，就是要看穿人心。如果你只看外表的话，根本就没有关注到这个人的内心。容貌呢不会改变，但是容貌所展现出来的气色是会改变的。将这些全部看在眼里的人才能是高手。那麻衣神相里面还说我们接下来看头部。大家都知道这个头角是什么意思，也就是说崭露头角的那个头角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头型？有的人脑袋上长出尖角，比如说那个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的长相，可以说他的长相毫无过人之处，鼻子眼睛都很普通，但是他的脑袋长得很好，又高又宽。单看长相的话，他的保安司令官都比他长得好。他之所以能够当上总统呢，就是因为他的头上有个角，而头角呢四角相邻为方，在面相之中呢是很重要的，它比圆的面积更广，独出了4个角。所以头方呢，脑袋方正顶高，头顶突出，这样的人呢贵为天子，表示能够当上皇帝。还有呢，这种脑袋尖子弹头的那种脑袋，这种脑袋呢就不太行。所以说最好的就是那种呈4方形的头，完了头上还有个角尖微微凸起，额骨又高又宽的人，这样的人呢是有崇高的理想。宽的额头呢是为吉相，他们强大的意志力呢会体现在额头上。额头呢是人的天空嘛，超强的意志力呢就保证了脑垂体的机能活跃以及精力旺盛。而窄额头的人就没有福气了，在狭窄的天空下做任何事情都会加倍的困难。而且额头窄的人呢命短，而色泽光亮的额头呢就如同晴朗的天空，这样的额头的人呢就比较顺风顺水。色泽暗淡的额头呢就如同不好的天气，时刻要提防厄运降临。而额头呢又有父母宫一说，额头向后倾呢是难得的父母恩惠的面相。 M 型的额头呢是祖上功弱的面相，额头突出的女人呢命格低贱，就是这种很像捏了一个鸡蛋或者突出了一个额头一样，问题非常大。所以书上说这种女人不利夫，而命格高低的人呢是要看额头。麻衣神相里就说，男为阳，阳为天嘛，天庭在额头；女为阴，阴为地，地格呢在下额。额头润泽宽阔呢，端正者子嗣成群。即使额头长得再好，如果他的下额尖瘦，就享受不到儿子的福气了。所以说麻衣神相里说人的脸上有11个部位需要发光，分别是
耳鼻口额头眉眼印堂山根。这里的发光呢，指的是皮肤无褶皱，紧绷有光泽。这11个部位有光泽的人呢，那就是运气极佳的人。假设生意人的眉间和鼻根色泽暗淡的话，那代表他的生意前途呢，也同样不光明吧。而人的下巴呢，下巴厚实呢，就像是肥沃的宽阔的土地，适合树木庄稼生长，能够聚拢人气。而下巴眉肉尖的话又突出呢，就代表着让人无法立足，因此难以聚集人气。下巴的两边下颌骨呢特别发达，比如说这种方下巴、四方形的下巴，这种下巴的人通常精力旺盛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欲望之强烈呢，也无人能够匹敌。所以尽量不要与这种有四方人下巴发生争执，不然呢，受伤的就是你自己。而有四方下巴的人呢，要时刻铭记自己会伤及他人，行为呢一定要有所收敛。所以我们前面也说过，我们下巴管晚年嘛，比较好的下巴呢，讲究的是宽和高。那什么是高呢？就是指下巴稍微向前倾突出。低呢是指下巴向后缩回去。那好的下巴呢，就是稍微高一点的，但千万不要地包天那种，就是一切还是要讲究一个平衡嘛。里面还说长下巴的人晚年比较幸福，但无论下巴长得怎么样，只要鼻子小，同样也是没有福气的。所以面部的5座山中鼻子是老大，它又代表身体。如果我们自身的运气都不好了，又怎么能够享其他的福气？所以时下有很多人喜欢留那种络腮胡嘛，觉得很帅很性感。然而这里面可能要打击一下这些人。络腮胡呢是命格低贱的表现，不管是哪一里的，只要毛多，命格就低贱。而命格高贵的人呢，是不会留络腮胡的。身上多毛呢，也表示这个人气血旺盛，火力旺盛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好色生猛。而命格越低贱就越好色。当然了，不是说不能好色，是人是需要有节制的嘛。还有大家可能会问嘛，说那有的人是他去整容了，那怎么算呢？那透过整容改变容貌呢，会改变命运吗？答案呢是不会的。有些东西呢是命中注定的，就像生辰八字，无论你怎么改都变不了。举个例子，就是说某个人因为难看而做了整形手术嘛，最终成功嫁了人。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命运的变化，即使嫁了人呢，如果命中注定缺少姻缘，命运呢又会转回到原来的轨道上，要么呢是丈夫破产，要么呢就是离婚，要么就是生活开始走下坡路。但是也有例外呢，比如说这个人呢是无意之间改变自己的容貌，比如说出现意外了，做了手术嘛，正好把你原来的缺陷呢改得比较好，那就是真的改变了命运。虽然整容无法改变命中注定的骨相，但是拔出毛发或者是点痣等这些征兆呢，是可以起到一定效果的。比如说有的人头发下刺天庭呢，是不祥之兆，尤其是夫妻之间的，就因为这样通常会不顺。如果把头发的下刺都去掉呢，就会大大的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。比如说现在主流的整容都喜欢说把鼻子缩小，下巴削尖，但是从面相学来说呢，这些整容后的面容呢是非常差的。如果我们将面部的5岳4景综合来看的话，拥有最好面相的人应该长得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特别均衡，刚刚好，这样的人呢是最好运的。那么大家快照一照镜子看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那么好了，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，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。